今天要来挑战一个非常棘手的、让人很痛苦的问题，就是长期的偏头痛。能够让偏头痛在还没有发之前就可以预防，甚至在刚发作的时候呢，可以让疼痛降低，所以以后就不会再产生这么严重的偏头痛问题。大家好，我是佳音，大家好，我是方大夫，欢迎来到方大夫讲堂。今天我们是脱稿演出，完全没有脚本哦，那就是要来考一考方大夫的实力有多深呢？一般的病人不敢考他，但是因为我是方太太，所以我来考没有问题。应该是我们一系列里面的第一个主题。那这一系列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个人觉得是一个蛮有难度的议题，但是又跟每一个人息息相关，那就是人体的内分泌。有些观众朋友可能会有点好奇，因为他们知道你是中医，那很少听到中医在谈内分泌啊，不是都要谈阴阳调和的问题吗？什么虚实啊等等的。那为什么今天您会要讲内分泌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内分泌呢，虽然在中医里面是看不到的，它是属于一个西医的名词，但是呢，我个人有西方医学背景，所以呢，我不想要局限在于只有用中医的方式来帮助大家，而是能够把中医跟西医做一个更好的结合，把理论融会贯通，告诉大家简单又方便的方法。现代人因为生活的作息还有饮食的不同，所以导致很多人都有内分泌不平衡的现象，例如皮肤干燥、头痛、紧张、焦虑、肥胖、月经周期的混乱，或者有痛经、经前症候群，甚至不孕症，男性呢有性功能障碍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内分泌不平衡所造成的哦。所以呢，我们将用一系列的方式来阐述如何让内分泌能够平衡。今天呢，我们就从头说起，我们要来讲内分泌不平衡而导致的偏头痛。我们今天的影集就针对于这一类的朋友如果你有同样类似的问题的话，一定要把这个看完哦。原因是因为呢，我们已经在临床上试验过，非常非常的有效。那偏头痛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怎么变成你是主持人了？你把我的稿子抢走了，但我没办法回答，你继续讲吧。请问偏头痛的症状是什么？偏头痛的症状呢，其实呢，就它痛起来的时候呢，有些人甚至会看到不同的光哦，或者是呢，有些人会觉得一片全黑啊，然后对于声音啊、光线，甚至对外来的所有的刺激都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偏头痛可以发几个小时到好几天，有些严重的甚至要到急诊。真的耶，我有朋友就是这样，常年他都受偏头痛所苦。他发病的时候，他完全不能出门，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关在房间里。我相信，对于没有头痛的困扰的人，一定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变得这么的敏感？他可能还会想说你是不是太过敏感体质，一点声音、一点光线都受不了？可是事实上，这真的不是他们愿意的。是的，而且呢，它来的时间也不一定是什么引起的，也很难说。因为偏头痛这个议题呢，不管是中医跟西医，大家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说法，但是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的，到目前来讲，好像方法寥寥无几。好，那我们就看看方大夫今天可以带给我们什么不一样的方法哦。其实我们要做这个议题之前，我已经上网搜寻了其他的相关的医学影片关于头痛。那我发现真的耶，等一下方大夫会教的方法，你在 Google 上是完全找不到的哦。所以要看完。我刚刚提到内分泌对人的影响非常的大，那内分泌系统其实分了很多腺体、甲状腺，还有卵巢，这些都涵盖在内，对吗？是的。好，那你今天要针对这部分讲，还是其实你要针对的是头痛，就直接讲？我们今天针对的是头痛，因为这问题呢非常的严重。好，我们要先把它缓解下来，但是要治疗内分泌不平衡所造成的头痛，追根究底呢，还是要治疗内分泌。那下一部片子呢，我们就会拍内分泌怎么样去调整，让它平衡。一般人要怎么判断自己到底是内分泌引起的头痛，还是另外别种原因的头痛？我想这个应该先请你先解释。好，我想讲的是，一般人的头痛呢，有些人就痛起来是因为压力紧张大的造成的那种头痛呢，可能吃个止痛药就过了，也不常发生。
我们今天讲的内分泌不平衡而造成的头痛呢，是那种偏头痛，这是第一个。偏头痛就是说它不是痛在中间，是痛在侧边，就叫偏头痛吗？这是一个很好问题。大部分因为内分泌不平衡的人呢，其实头痛都是偏在两侧，非常少部分的人是整个头都头痛的。所以如果今天有朋友他们常常有头痛，可是他吃个止痛药就不痛了，这可能就不是内分泌的影响吗？内分泌不平衡的头痛，不是那种吃的止痛药就可以解决的。有些人真的痛到呢，会想要吐啦，在地上打滚啊。所以刚刚我们讲的对声音、对光线的敏感度都非常的敏感的那些人，我相信这些人一定去找过了西医，西医给他的解释就是他们是 migraine headache， 就是偏头痛。那这样类型的人呢，其实很适合看今天的影集。好的，好，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位朋友他常年有头痛的状况，那现在他感觉他快要痛了，是不是都会预先有一些征兆？对。这时候该怎么办？所以通常这些人呢，他们第一个会感觉到是他开始紧了，或者是他觉得开始看到光线开始在变了，甚至看到影像已经开始在抖动了。这些现象呢，都是偏头痛开始要发生前的前兆。在这时候呢，来做我们以下的运动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运动呢，是我的老师顾承德顾老师呢，他融合了古代的道家的功法，加上现代的医学所自创出来的一套非常有效的运动。我发现只要这一类的头痛的病人，局部呢有血的充氧跟濡养，那肌肉跟神经的紧张程度能够放松，因为有血的濡养，放松完之后呢，头痛就减轻的非常非常的多，甚至呢有些人当下头就不痛了，因为局部呢它的神经跟肌肉因为缺血而僵硬，甚至痉挛，所以呢如果有血的供应，它们就可以软化，让偏头痛就不会产生。那要如何让我们的局部有血呢？头部的血呢，都是从心脏经由脖子而上来。我又发现到这些偏头痛的病人呢，都有肩颈的问题。所以在中医而言呢，有几个穴道可以帮助我们把肩颈放松，让血液能够上头。我今天要谈的这几个穴道就是风府、亚门跟风池。首先来讲，风府跟亚门，它们是位在督脉，也就是我们头的正后方，它是在前后上下的一个关系。有些人呢，在风府呢比较能够堵住，有些人是在亚门地方比较容易堵到。了解。按摩的时候呢，用我们的手轻轻的先头上下动，找到那个痛点，也就是我们的穴位点。用我们的手指呢，轻轻的压进去，左右的按摩，把那个穴位点先按揉开来。需要做的时候呢，注意头要往上顶，下巴往内收。当按摩一阵子之后呢，用我们的手头往上拉，拉起来的时候呢，再扣紧牙齿，咬牙。按摩的穴位之后呢，我们将头部拉起，拉起来的时候呢，将脊椎整个拉直、拉松开来，所以外盖的肌群呢，有机会藉由延展、放松，慢慢的能够恢复弹性。由于肩颈的肌肉放松之后呢，血液就更容易能够上头了。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一股热流上头，别人会看到你脸开始发红。当你做完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头变轻松了，脖子也不再僵硬了，这表示你做对了。同样的，我们现在做风池这个穴位，正如图片所显示的风池的位置。风池呢，就像顾名思义，就是风聚集在像一个池塘的一样。所以以前在中医来讲，我们讲头痛大部分都属于风症。为什么？有时候痛这里，有时候痛哪里，它会转移来转移去，像风飘来飘去一样。所以风池呢，在过去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治疗头痛的一个穴位。现在呢，你要做的是将两只手按到风池的位置做一个按摩。同样的，头要往上顶，下巴微收。按摩个几秒之后呢，将我们的头部往上拉，做咬牙的动作，拉，咬牙。刚刚所说过，拉就是让我们的肩颈的肌肉能够恢复弹性。放松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到我们整个头部呢有一股热流产生，不必需要做太久，只要做30秒到1分钟。一般人来讲说，那我偏头痛没有发作的时候，适不适合做运动？对不对？然后像你刚刚讲，刚开始要发作了，都很适合做这个运动。如果你已经头开始要痛的时候呢，你就真的要用力啊。如果你平时在做的时候呢，只要动的是咬牙关，
为什么呢？因为牙关这边的肌肉呢，如果能够有运动，也会有血液的濡养之外呢，会把这局部的颞肌的部分呢，也可以放松，所以偏头痛所造成的机会也比较少。OK，所以预防的时候就是不需要真的咬，但是有一点痛的时候就要用力咬。对，还是要咬，但是不是要咬紧 OK 是咬牙关去动的咬。对，一样是呢，头要往上拎上去，重点是拎上去往下咬。那你在做这2个动作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到你的头突然间觉得非常的温暖，好像一股热流上到你的脑一样，表示你的血已经上来了。就像我讲的，我的病人我发现到他们呢，通常都是头部缺血的情况之下呢，头痛发得更厉害。所以呢，把这几个穴位打通之后，通道一通，血就能够上头，的局部有血，的头痛的发生的几率就会降低。所以把颈部松开是治疗头痛的关键。一般人呢可能没有很有经验的话呢，可以借着慢慢的去练习，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那个压痛点。只要你有头痛的人呢，很容易就找到那个压痛点。那如果你方便去找到一个有经验的针灸师呢，他还可以帮你借由针灸的方式或一些手法，帮你把这几个点打通开来比较快。我想先问的是，这几个穴位，这个手法有没有什么人不适合做？对，打开这些穴位呢，有一种人是比较不适合做的，手脚冰冷的高血压的人不太适合做。为什么呢？我心脏离头非常的近，离四肢我们的手跟脚比较远，但是因为手脚冰冷呢，所以表示有很多的微血管都被堵塞住了，所以我的心脏需要加压才能把血打通到末梢血液循环的地方。是，对，那脖子的僵硬呢，其实是一种保护措施。为什么呢？如果让血不会，对了，让血不会冲上去。如果血通太快冲到头，如果血管比较细微或者是有堵住的地方的话，很容易爆开血管，就导致中风。那真的要很小心。对，所以你如果是有高血压又有手脚冰冷的人呢，那你要切记，你偏头痛呢，请跟我们咨商我们有这边下面有联络的方式，你可以跟我联络，那我们来讨论怎么样的方式能够让你的偏头痛可以更缓解，可以更好。还有一种人呢，也不太适合做，但是我相信这种人已经知道了，例如说他脑部里面已经长了东西了，那为什么呢？脖子僵硬堵住的话呢，让那些癌细胞比较不容易扩散到全身。那样的头痛呢，其实也不适合我们讲的偏头痛这种动作，因为它的头痛呢，是因为脑部的肿瘤已经压迫到某些地方而造成的痛，是一直长时间的痛。了解。好，所以虽然刚刚提到把这个肩颈疏通非常的重要，但是2种人不适合，一个就是手脚冰冷的高血压患者，另外一种就是其实头部有长肿瘤的患者。那我们的影片呢其实是教学用的，所以我们也会讲的比较仔细、比较长一点，希望大家可以有耐心把它上完，就像上完一堂医学课一样，是非常受用的。好，那我们现在把颈部的部分讲完了。我们在颈部呢的动作呢，再总结一下好，重点就是第一个呢，我们要先按揉穴位，按揉穴位的时候要注意头要顶百会，收下巴，让我们的脊椎打直。那按摩完之后呢，我们需要的是提拉颈部。为什么要提拉颈部呢？提拉颈部的原因就是，当我们的肌肉非常的僵硬，你借由拉放松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肌肉呢有弹性，而且血液来濡养之后，我们的这些肌肉呢有血的濡养之后就会软化。所以你需要一个拉放松，就像说我们平时呢，如果肌肉很僵硬，容易怎么样？例如说有人已经cramp 叫痉挛了，对不对？你需要动作是按摩，把它揉开来之后呢，然后呢才有能动，或者是平时你要做伸展拉，让你这个肌肉能够更有弹性。同样的道理，因为我们的生活紧张、压力引起内分泌又不足，那个又很紧。所以需要先把它拉开放松，让我们的肌肉肌群呢，这边的肌群呢都能够活化，所以有利于血液循环的畅通。请问一下，你刚刚讲的这个往上拉，到底是在拉脖子的肌肉，还是在拉脊柱，还是颈椎，还是到底要拉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在拉脖子的时候呢，不但是只有拉我们的脊柱，还有拉我们脖子附近的所有的肌肉，那些肌群都一起拉，这样子的血液才能够真正上到头。好的。那我们解释了为什么要拉，也解释了为什么要扣齿。对，那效果是什么呢？如果你在做的过程当中发现你的头会热，那表示你做对了。如果你在做的过程当中头不发热的话呢，那表示你没有做对，效果就没有了。OK。因为我们所需要的血液能够上头，血都不上头的，怎么会有效果呢？那到底怎么样血才能上头？你自己会觉得热。第二个呢，就是你会觉得呢，别人看着你脸就开始发红。
第三个呢，就是呢，当你做完这个拉头的运动之后呢，你会发现颈部整个很放松，头变得很轻盈，这表示你的整个身体呢已经放松，血液已经循环都很顺畅了。所以从刚刚你说的三个状况，我们可以判断你的动作有没有做到位，这样子。没错。那我的问题是，如果今天有观众朋友照你的说法做了，结果都没有发生以下的状况，那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很有可能就是你有其他的原因，我觉得你就私底下私讯给我们，我们会跟你联络，然后跟你讲。时间会不会是个关键？到底要多久它才会够长到让血液上到头部？顾老师的道家这些功法呢，其实不用太久，30秒到1分钟就一定会有结果。那很快耶。是啊，所以拉起来没有热的人，一定有其他的原因。OK， 好，了解。好，那么方大夫做完了把肩颈松开来的这个动作，下一步要做什么呢？我们把脖子跟肩膀放松完之后，血已经到了头了。那很多人偏头痛呢，痛的点都在某一些点，那个点他们都知道在哪里。如果现在是你在预防的过程当中呢，你所要做的动作呢，就是把那局部的头发呢拉起来，然后呢咬牙拉咬牙，就是切记头要往上顶上去，拉咬牙拉咬牙。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因为你在拉头发的时候，那个发根因为受刺激的时候，血就会到局部。咬牙呢，如果当下你已经开始在痛的人呢，可以轻轻的咬牙。当你 ready 之后呢，用力拉，用力咬，拉个差不多30秒到1分钟，你会发现到那个局部发根的地方呢，已经开始温热。这时候呢，就不用再咬牙了，轻轻的只要一拉，你会发现那时候头痛已经偏低，已经不痛了。你就持续的再拉个3分钟，那这样子呢，头痛就不会再犯，你就会发现到你以前头痛的频率跟头痛的程度呢，都会很明显的降低。那如果是预防的人呢，其实你就是拉的过程当中是咬牙关，用牙关的动作来咬，好，一样也是拉咬拉咬咬咬，所以是不能先咬，是拉到外侧，就是拉开的时候，刚好你咬下去，是这样吗？对，拉到最怪的时候才咬到最紧。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原因是因为呢，头痛的人呢，痛是痛在这一点，所以你借由咬牙这个很大的刺激呢，将你的头痛点呢转移到兴奋点，转移到别的地方，所以头痛会降低，所以你才有办法拉头发。因为就像我们讲那种偏头痛的人，对光线啊，对声音都很敏感的人，这样一点点的刺激对他来讲都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这个咬牙叩齿的动作是因为要把痛点转移，兴奋点转移到那边。就像说我们针灸有没有？你会觉得，为什么有些人头痛医脚啦，头痛医手啦？为什么呢？因为头痛点虽然是在头上，但那瞬间点呢，我们扎针的点呢，刺激兴奋了之后呢，痛点会转移到我们手上，所以借由这过程当中，那我们在做别的治疗，让头痛可以缓解。所以呢，转移兴奋点呢，是中医呢以前非常独特的一个手法，都用在针灸上面。那今天呢，我们用同样的方式，因为呢要去扎针，哪时候头痛要找针扎自己扎，根本就不可能。那我们就用咬牙的方式，让转移兴奋点转移到牙关这个地方，所以头痛的点呢就会慢慢缓解下来。这时候借由拉头发，把发根拉刺激的时候，血液就来了。所以有血的濡养，就像我讲的，有血的濡养之后呢，当局部的痉挛呢，或者是肌肉的僵硬程度呢，就会被因为血而放松，所以头痛就不见了。那请问，我相信女生一定特别在意，这样拉会不会把头发拉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刚开始拉头发的时候，的确呢会不把一些发根拉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呢局部没有血。你再想一想，如果你的发根没有血的话，这样的头发是很容易干，很容易断裂，因为没有血的营养不够，营养也不够，没有错。所以呢，一开始拉掉的可能都是那些头发。但是呢，因为你拉完之后血到局部了，你的发根再长出来的头发呢是非常强壮又乌黑，因为有营养，所以有韧性。这样的头发长出来呢是非常强壮的头发。就让我想到就是汰旧换新的概念，把不好的头发拔掉没有关系，让新的好的健康的可以长出来。是的。所以呢，针对这种非常强烈顽固性的头痛，我们刚刚介绍了肩颈，再加上拉头发，还有吗？这样2个动作呢，就已经把这个头痛，尤其是顽固性的这种偏头痛所造成的呢局部的血液循环已经充足了，这样就解决这个问题。但记得一开始我们讲到，如果是内分泌引起的偏头痛，其实追根究底呢，还是需要把内分泌给平衡的。是，那就在我们的下一支影片咯。
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我们所讲的很合理，那你也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在我们下面留言哦。我们也很希望听到大家在做完这个动作之后，身体有什么样的改变变化，请留言告诉我们。另外，如果你有什么身体方面的问题想要问方大夫，你们也可以写在下方。只要有一定的人数累积到，我们就会针对这个主题来拍片。像春秋的时候呢，很多过敏性鼻炎发炎的问题呢，这个东西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能够治疗呢？不是一味的一直在吃药。那在以下留言，如果超过30个人留言的话呢，我们就会另外拍片，因为我们已经有记录是要把内分泌系统有很多一系列的问题给拍完。所以如果真的有很多留言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破格先把这个影片拍给大家。好，下一个影片呢，让我偷偷的先告诉大家，我们要拍的是内分泌不平衡所导致的肥胖。对，那种肥胖就是你想减肥也减不下来啊，吃什么喝水也胖的人啊，真的很痛苦。我们要因为这些人群呢，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福利，让他们真正能够改善。好，今天方大夫跟大家分享的很多方法，请大家一定要身体力行试试看。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记得要按赞，还有呢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我们下回见，拜拜。